眼前的母猫朝着人类不停地喵叫，它的叫声听起来像是在哭泣，仿佛是有什么事在祈求人类帮助。有位女士出于好奇便走了过来，发现母猫正朝着下水道喵叫，声音中夹带着悲伤与急切。女士上前查看，发现下水道深不见底，压根看不清底下的情况，但隐隐约约能听到由小猫传来的哭泣声，像是在求助人们救救自己。女士连忙拨通了救援组的电话，工作人员将内窥镜伸进管道内部，足足下沉了有10多米才来到管道底部。突然画面中出现了一只小奶猫，看着也就1、2个月大小。这时一位大姐带着猫粮从远处走来，从大姐口中得知，原来母猫是一只常年在这一带游走的流浪猫。不久前她产下了4只幼崽，让孤独的母猫有了生活期盼的寄托。这原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但奈何种种原因，几只幼小的生命相继夭折。原本幸福的5口之家，一夜之间只剩下一只小猫跟猫妈妈相依为命。猫妈妈为了不重蹈覆辙，将孩子带到一片荒无人烟的偏僻地方生活，而贪玩的小猫却不慎掉进了下水道内，至今为止已经有10几天了。大姐也曾求助过人帮忙，但无奈下水道实在太深，并且井盖还被水泥牢牢封死。大姐只好每天带一些食物过来，然后撒进深不见底的下水道。也正是靠着好心大姐每天投喂的食物，小猫这才得以存活下来。吃饱后的它不断向妈妈叫着，发出求救信号，希望妈妈可以救自己出去。在听到孩子的哭泣声后，猫妈妈会第一时间跑到洞边给予回应，安慰着胆怯的孩子不要害怕，妈妈这就去求好心人来救你。在听到妈妈的回应后，小猫拼命地用爪子试图攀登而上，可现实的残酷一次又一次击倒幼小的身体，它只能再一次发出无助的求救声，而猫妈妈就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在外面。她曾因担忧孩子，甚至把自己的安危抛到一边。她想从一旁的水管内钻进去，但洞口过于狭窄，根本容不下她。这样无计可施的日子已经维持了半个月，可作为一个母亲的她，又怎么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里面岌岌可危，自己却无可奈何呢？此时的她是那么的绝望又无助，如今她能做的就是朝着来人不停喵叫，祈求好心人不要放弃她的孩子。附近的住户都知道这个情况，因为猫妈妈总是不分昼夜的在路边寻求路人的帮助，即使遭到不少冷眼，依然始终坚持着。她不想失去任何一个能救孩子的希望。没有人的时候，母猫就会守在下水道边，不停安慰着孩子。孩子的每一声哭泣都让她心如刀绞，只能焦急的在附近不停的徘徊。落日斗转欲颓城，夜幕来临了，黑暗吞没了这片凄清的平地，犹如猫妈妈的心一样凄凉。而猫妈妈依然守在原地，不曾离开半步，因为担心孩子的安危，她一刻都不敢入睡。突然，一只强壮的流浪猫闯入了这里。从前胆小怕事的猫妈妈遇到凶狠的野猫便会躲起来忍让，而今的她却鼓起万分的勇气，嘶吼着试图驱赶敌人，即使挨打也未曾退让半步。最终，那只猫被母猫悍不畏死的气势吓退。灯光下，猫妈妈的影子是那么的庞大，这或许就是母爱的伟大之处吧。而一只猫的母爱也同样伟大。第二天一早，救援组就找来了专家帮忙。专家观察后发现，小猫所在的位置并没有积水，这表明井底肯定还有着另外的排水口，只要找到那个排水入口，就可以从侧面进行营救。很快，经验丰富的专家就找到了疑似的井盖，工作人员很顺利就打开了盖子，从这能听见前方传来小猫的叫声。于是小哥便准备下去观察一下，果然发现这里和上面管道是相通的，可管道实在太过狭窄深邃。于是救援组找来抓捕铁笼，希望通过美味的食物将小猫引诱过来。小猫在闻到了食物传来的香味后，立刻顺着味道一路往这边爬来，很顺利就来到了抓捕铁笼里，踩中了铁笼门的机关。通过专业的抓捕救援，小猫终于脱离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很快，猫妈妈就顺着小猫的叫声寻来，看到自己的孩子获救后很是激动，随后义无反顾地钻进航空箱里陪在小猫身边。这母子团聚的温馨场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之后经过兽医的检查，小猫的身体除了轻微刮伤外都很健康，这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。假如没有猫妈妈的日夜陪伴，风雨不动地向一个个路人求助，以及没有善良女士的投喂，又怎么能有如今这般美满的结局呢？接下来，猫妈妈和小猫会留在医院进行一段时间的治疗。此时，小猫似乎已经忘记了之前的遭遇，开始没心没肺地玩耍起来，因为只要在妈妈身边，它就无比的幸福。最后，那个经常给他们喂食的好心大姐决定收养他们，给他们一个遮风避雨温暖的家。相信这对可怜的母子今后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喵声。母爱伟大，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最后也让我们给所有出手相助的好心人点个赞吧，并在评论区打出好人一生平安。我们下期再见。眼前这只赤狐外出觅食归来，没想到自己的家居然被拆了。此时一对妇女正拿着工具敲打着地板，狐狸不敢轻举妄动，默默躲在一旁观察。只见大叔熟练地将楼梯地板撬开，下一秒居然从里面拿出了一只毛茸茸的小狐狸。原来那只赤狐还是一位母亲，为了孩子的安全，特意跑到隐蔽的地板下生了娃。大叔表示也从没见过这么小的狐狸，猜测地板下可能还有小狐狸，于是又趴到地上继续寻找。果然在地板最里面又发现了一只，此时正缩在角落瑟瑟发抖，明显比之前那只更加谨慎胆小。不过他最终还是逃不过大叔的魔爪，
小家伙在大叔的手里奶凶奶凶的，模样长得可爱极了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只灰色的小土狗。大叔说别看它们现在长得土不拉几的，等它们长大一些，毛发就会变成赤红色，到时候那艳丽的毛发加上妩媚的眼睛，你就会知道狐狸的颜值有多高了。之后大叔又将旁边的木板一一掀开，很快又发现了2只小狐狸，看着节奏是要把狐狸宝宝们一窝端了呀。其实大叔对他们也没有恶意，只是他们生活在别人家房子的地板下，平时的动静声已经严重影响到房主的正常生活，因此只能强行让狐狸妈妈重新搬个家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大叔就从地板下找出了7只小狐狸，随后拿来了一个箱子，将这几只狐狸宝宝放进去摆在门边，希望狐狸妈妈回来后带走它们。然而大叔不知道的是，狐狸妈妈一直就在不远处偷偷观察。当大叔开始安装被破坏的地板时，狐狸妈妈这才小心翼翼走了过来。众所周知，狐狸的智商非常的高，并且生性多疑，往往在行动时都会先对附近的环境进行反复仔细的侦查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绝不会贸然行动。此时他挨着墙边静悄悄地靠近箱子，在确定自己的孩子就在里面后，他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上前营救，而是继续镇定地观察着四周。生性狡猾的他担心这是人类设下的陷阱，不停地在箱子边缘来回试探。听到孩子们传来的叫声，狐狸妈妈实在掩饰不住内心的担忧与紧张，开始疯狂地用爪子扒拉着地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要挖个地道救孩子出来呢。就这样，狐狸妈妈愣是足足刨了半个小时，原本的草地都变成能种菜的土地了。终于，她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绪，尝试将头伸进箱子救自己的孩子。由于担心上方的盖子会突然掉下来，狐狸妈妈一个加速，试图将孩子瞬间叼出来。或许是因为太过紧张导致救援失败，又或许这只不过是她的一次试探，如果有危险发生也能及时逃脱。有了首次的尝试，狐狸妈妈逐渐大胆起来，随后又开始疯狂刨土，这是在掩盖她想要救孩子的想法。在刨土的过程中，她正在慢慢靠近箱子，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箱子的边缘，随后突然将头伸进箱子，叼起一只小狐狸，转头就跑。这一套动作简直是行云流水，丝滑无比。原来之前在附近徘徊那么久，就是为了最后这顺利的一击。要不说狐狸的智商都很高呢。狐狸妈妈叼起孩子迅速离开，大概过了10几分钟，她再一次跑了回来。有了上一次成功的经验后，这次她明显更加有信心了。首先观察四周，确定安全后，便直接开始了上一套的救援流程。她凭借着上次总结的经验，加上之前长达1个小时的观察，已经对现场的信息了如指掌，因此在营救剩下几只孩子的过程中都异常的快。可顺利并没有冲昏她的头脑，狐狸妈妈依旧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，每次都是先用最快的速度将孩子从箱子里叼出来，到外面安全后才会重新调整姿势离开。就这样，第4只、第5只很快就将所有的孩子带出了箱子。他叼着自己的孩子穿越马路，快速跑向对面的住宅区。或许狐狸妈妈早在之前就意识到可能会发生的危险，因此早已经选好了预备的住所。最后他又屁颠屁颠跑了回来，仔细观察着早已空无一物的纸箱，生怕会遗漏任何一个孩子。大叔看到狐狸妈妈将所有孩子带走也松了口气，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。狐狸妈妈原以为逃离了森林的凶险，打算紧跟时代的步伐搬到大城市发展，可没想这大城市的压力实在也太大了吧，搞得她现在每天不是在搬家，就是在准备搬家的路上。眼前这只鸭妈妈带着鸭宝宝跑到别人家游泳池学游泳，可下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去的时候回不去了。鸭妈妈深深叹了口气，看为娘亲自给你们示范一遍吧。首先用你们的鸭脚板疯狂扒拉水面，然后利用这个惯性直接开启涡轮增压模式，快到岸边的时候再使劲用双脚一蹬，这不就轻松上来了吗？可即便小鸭子们用出了吃奶的劲，却怎么蹬都蹬不上去，焦急地围在一起直跺脚。母鸭在岸边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己的孩子，只能再给你们演示一遍了。小鸭子们跟紧妈妈的步伐，一个个拼命地拨动着脚掌，很快鸭妈妈又是双腿一蹬轻松上岸。然而小鸭子还是怎么蹬都蹬不上去，粗心大意的鸭妈妈压根就没意识到孩子们还年幼，小手小脚的怎么可能跳上来。鸭宝宝们泡在冰冷的水里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埋怨鸭妈妈也太粗心了吧，今天算是栽到亲妈的手里了。另一边鸭妈妈不停地嘎嘎乱叫，在岸边焦急地来回踱步，急得差点就原地又下了一窝蛋。最后泳池主人都看不下去了，决定帮鸭妈妈一家，随后找来渔网准备帮小鸭子上岸。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我一个小鸭子上岸算怎么回事，又跳下去要陪兄弟姐妹们一起共患难，那这次多整几只一起上岸总可以了吧？然而这也行不通，小鸭子们一个个硬气得很，既然我们是自己跳下来的，就必须得我们自己登上去。这把泳池主人弄得哭笑不得，只好在比较矮的位置给他们铺设了台阶，最后在鸭妈妈亲自带领下来到了台阶上。在鸭妈妈的言传身教之下，小鸭子们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一个个接二连三都登上了岸。泳池主人看着鸭妈妈一家都走了也松了口气，可就在这时发现老幺给自己卡在台阶缝隙里。其实吧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太笨，因为投胎早往往比弟弟妹妹们更聪明。作为老幺的他是最后孵化出来的，显然智商已经被哥哥姐姐分完不够用了。
既然智力不足，那就体力来凑。但似乎体力都有点不太行，费尽千辛万苦，他终于来到了岸边。可上岸后，整个鸭都满圈了。此时鸭妈妈压根就没发现丢了个孩子，带着其他小鸭子们早已扬长而去。摊上这么个粗心的妈妈，真是每一天都在冒险的活着。都说一般最小的最受宠，可到他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既然先天已经不够，那就后天努力来凑。鸭生的路最终还是要他自己走啊。